一加十 Pro 跟哈苏联名的一加十 Pro， 它跟哈苏联名是为了证明它的游戏性能好吗？是为了证明它的续航好吗？肯定不是，是为了证明它的影像能力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影像能力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正片开始前先问问各位，你们觉得它的后摄工业设计好看吗？如果你觉得好看，打1；觉得不好看，打2。今天我们聊聊这台一加新出的一加十 Pro， 哈苏跟一加合作的这台一加十 Pro。那么其他的手机厂商要是想跟传统相机品牌合作的话，应该还剩下菲斯、仙娜、禄来、马米亚还是有的比如说什么爱酷真我加油加油！我一想起来一加用蔡司登月这事做宣传我真替 vivo 着急对。那 vivo 先跟蔡司合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那蔡司是第一个登月的镜头呢？对，就是那台哈苏相机拧的是蔡司镜头。对。那行吧，那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我们还是要好好聊聊这台一加十 Pro。那么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呢，会知道我们的节目分2大板块，就是在正式聊这台手机的影像之前呢，我们先有一个鼓励摄影环节，就是我们会用这台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。那么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，但照片更长久。刚刚的那些照片呢，都是用这台手机拍摄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也可以鼓励到大家都拿自己的手机也去拍好看的照片。欢迎收看 ZPH， 我是大吴，我是长长。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、聊摄影、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。如果你期待这期节目，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，多多支持我们。没错，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、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。一加十 Pro 是3后摄方案，主摄、超广角跟3.3倍的中焦。虽然说从焦段上跟一加9 Pro 很像，但是这次的3.3倍长焦是有提升的。那么这点我们在中长焦这个环节再跟大家说。在拍摄界面中，3颗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3颗光学镜头。但是你注意看主摄切换到3.3倍的时候是有变焦动画的，但是主摄切换到超广角的时候就直接切过去了，没有动画了。这点真的很奇怪。直接先说主摄，硬件上没什么可说的参数都列在这里了。感光器跟现在主流的比起来也不是很大，但是等效焦距在照片的信息中不标注，这点很不哈苏。从样片上看，默认设置下色彩比较浓艳，这点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。那么咱们看看中心跟边角的画质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好像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比中心跟边角画质，这点看的是成本，看的是你们花的钱值不值。从中心画质上看，锐化还是很严重的，这点很一加。好在呢，清晰度、解析力还不错。边角画质是有下降的，好在水平也是主流水准。再换一组，从色彩上说还是那么的浓艳，因为当时拍摄是下午。中心画质方面依然是锐化痕迹很重，边角画质依然是越靠近边角画质下降的越明显。打开主摄的高清模式，4800像素，拍摄之后跟普通模式的色彩以及宽容度方面差距都不大，这点做得还不错。中心画质方面确实是比普通模式要清楚很多，而且也没有那么重的锐化了。
再说超广角镜头，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，我就不细说了。但是默认模式下，它的视角不是很广，等效也就16到17之间。不过呢，它还有超广模式和鱼饵模式。打开方式呢是到更多里边找150度的超广角。打开之后啊，这个畸变真是太恐怖了。鱼饵模式也没有比超广模式更广。这两种模式呢，其实也就是玩啊，因为它的畸变什么的真的是太感人了。您平时拍的时候呢，也很难掌握。那咱们还是回到默认设置下的超广角成像表现。色彩方面，您喜欢就得吧，我觉得还凑合吧。那中心画质其实一般啊，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心里应该有点数了。那么边角画质呢，确实下降的也比较明显。再看一张超广角拍摄的样片，色彩方面跟主摄一样，都是比较浓烈的。那么中心画质还是很一般，边角画质下降的也比较明显。超广角也是有高清模式的，5000万像素，在成像方面跟默认模式在色彩方面很接近，但是呢，解析力方面也接近，这就不好了，是吧？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提升。下面说说它的3.3倍的中焦，这颗镜头在硬件参数上不是很亮眼，而且在照片中也不写等效焦距啊，这跟主摄超广角一样，这点非常不哈苏。先说一个好的方面，这代的3.3倍中焦在对焦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因为上一代这颗镜头的对焦效果非常不好，我也在节目里比较克制的说了一下啊，不过这次它的对焦效果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作为中长焦镜头来说呢，对焦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么拍摄效果呢，我们就用它自己的主摄来对比。那么如果你要拍摄远方的物体时，这颗3.3倍的中焦确实在清晰度上，在解析力上肯定是比主摄强很多的。就算主摄打开了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，那么拍摄远处的物体时，依然是3.3倍的中长焦更厉害。顺道说一嘴微距啊，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微距呢？因为1+10 Pro 这台手机拍摄微距的话，是3.3倍的镜头最好。其实拍摄微距中长焦的焦段是更合适的，因为透视啊、景深啊看起来更舒服。一加这一次的美颜功能做的还不错，基本的那几个都有，效果也还可以。尤其是我很喜欢它人像模式里的背景虚化，它很自然，做的特别好。就是你看我毛领子那儿，还有头发呀这些地方处理的都很好。还有就是人像模式的滤镜里有一个大师人像的滤镜，整体色调很高级，我觉得很值得试一下。几个镜头的光学素质说完了，那么咱们说一下拍摄软件。1+10 Pro 除了前面说的可以拍摄鱼饵的超广角以外，还可以拍摄慢快门，也就是流光快门功能。这个功能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这次就不展开了。那么这次我们说一下它内置的滤镜。这次发布会上，一加着重说了它内置的3个大师滤镜：大师童话、大师人像、大师风景。这3个滤镜只能在拍摄的时候选用，如果你拍完之后再去相册里找滤镜，就找不着这3个滤镜了。那至于这3个滤镜的成片色彩，我都放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看你们喜不喜欢这3个影调。看的时候我提醒一下各位，这3个影调可跟肉眼看到的真实色彩没有关系，不过能让你记住的照片，有几张是因为跟你肉眼看到的色彩一样才被你记住的呢？1+10 Pro 拍摄人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不管是顺光还是逆光，肤色还是很好看的，而且这种模拟的抠图效果也挺到位的。如果您用手机有拍摄人像的需求的话，那么这台手机的表现应该不会让您失望。说一下夜景拍摄，1+10 Pro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还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，在拍摄暗处的时候它还是会跳出来给你捣乱。先看城市照明环境的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还不错啊，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，亮部暗部的细节展现的都不错。不过也有失误的时候，比如说这组的超广角亮部细节就完全过曝了。女流氓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，由于这台手机有自动夜景，那么直接拍跟它的夜景模式拍摄效果差距不是很大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这样啊，直接拍跟夜景模式拍摄的差距不是很大。到了更暗的祖传神树场景，夜景模式下主摄的表现在细节还原方面还是不错的，超广角夜景模式的细节还原也挺好。到了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还是可以还原出一些细节的，超广角的表现就跟其他手机一样了，这个场景很难展现出细节。录像的效果我们都是用默认设置，而且主要放在大家用的最多的防抖表现上。先看白天的主摄表现，清晰度还不错，但是防抖一般啊，不是很稳。从画面上看，感觉有些地方有点飘。超广角在白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清晰度和防抖做的都非常好，尤其是防抖啊，比主摄看起来强。
3.3倍中焦的录像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啊，防抖非常到位，清晰度也非常好。夜景城市照明环境的主摄表现还是在防抖方面不是很好，但是清晰度还是不错的。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稍微有一些弱了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，明显没有白天强。录像环节最爱的场景就是女流氓小巷了，主摄的表现清晰度很不错，就是防抖不行啊，就是防抖不行。那么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跟其他手机一样了，就是什么都不行。公园设计方面，大家前面都应该已经为它投过票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它的长相。有人说呢，它的设计就是半拉三星的设计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啊，最起码挺显眼的。你走在大街上，别人都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手机，这点做的不就挺好吗？一加10 Pro 这台手机拿在手里的手感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它的厚度控制很合理，拿在手里呢感觉不是非常大，也不是非常沉啊。对了，毕竟它的重量也不是非常沉，200克。至于游戏啊、跑分啊、性能方面，我相信这样的节目已经多得让你们看不过来了。那么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，下面我们就来好好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一加10 Pro 的整体后摄表现可以说是喜忧参半，主摄的表现还算不错啊，可以说是达到了目前旗舰手机的水平。但超广角的表现就一般了，虽然说有鱼眼模式，但这种模式只是好玩，是有意思，它不能代表这颗超广角的光学水平。在实际使用中，发现这颗超广角的等效焦段和解析力都很一般啊，这点就不太好了。中焦的表现算是进步了，对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，算是对得起手机的售价了。成像也不错啊，中规中矩。值得肯定的是，在前摄跟人像拍摄的表现上，这台手机还是很优秀的。夜景的表现就不是很稳定了，超广角在亮部压制上还需要继续优化，还有就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，这点让我很不爽。录像的表现上，主摄的防抖一般，但是白天和夜晚的清晰度还是很好的。超广角的白天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没法夸它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希望前面的内容对你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，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支持我们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